吴支长，我对比了一下这2天的运行趋势图，我发现循环水泵轴承振动在缓慢上升，要是这样下去，泵恐怕维持不了多久。你确定吗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得降负荷，至少降到75%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你只核对了2天的趋势曲线图，恐怕是不行的。那我回去把大修前后的数据都调出来比对一下，要是有什么异常，我再和您报告。好。小伟啊，我知道你胆大心细，但是我们任何的决策都要建立在严密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之上。循环水泵出问题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就必须要降负荷处理。你一定要认真核对，完了以后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明白。孟小薇该交班了。哦，周总，我发现循环水泵轴承振动最近都在缓慢上升，麻烦您这班还得再多观察观察。好。这个手册给您，您可能用得到。好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设计图纸我们已经反复研究过很多次了。如果按照它来进行安装的话，你看啊，这俩是一定会碰在一起的，看见没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，大女儿打过来的。好，您先忙。哎，小薇。喂，叔叔。抱歉，这么晚还打搅您。我印象中，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呢。是这样的。您对大型机械设备比较了解，我想问您几个关于循环水泵轴承振动的问题。好，你说，但凡是我知道的，我都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核电站呢，最近这个循环水泵的轴承振动有点异常，但是同事和我说各个泵的情况不一样，数值稍高也属于正常情况。我之前也就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时候对机械设备有一些了解，您经验比较丰富，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解决方案？这理论是理论，实践是实践。作为厂商来说呢，你现在最需要做的，首先是查阅国内外相关的事件报告。我这儿呢有一些资料，一会儿我发到你的邮箱。另外啊，再让维修人员用听音棒对泵体听音。好的，谢谢魏叔叔。没事儿，小薇啊，这时候你能想到我，我也很高兴。依依最近怎么样？哦，她现在已经回学校了。这学期啊，学习比以前用功多了。那就好。过2天你不忙了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行，那您早点休息，魏叔叔再见。吴支长，我还是觉得循环水泵有异常。我查阅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，请您过目。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，我想请您联系维修处机械科的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维修处机械科吗？我们这里监测到循环水泵可能有点问题，你们派人到现场看一下。好嘞，辛苦。小薇啊，你这份报告还是有一点粗糙，我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，下次再认真一些。喂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嘞。刚才机械科的人到了现场，对外观检查没有问题，他们用听音棒对循环水泵进行了听音，
运行正常，也没有问题。吴支长，我还是想请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测阵，每周1次，至少1个月。我相信我的判断，我也希望您相信我。我同意测阵，是因为听音棒并不是最准确的检测手段，不能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。小薇，你联系技术人员，准备测阵。是。喂，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啥事儿啊？让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测阵。咱不是才检查过循环水泵吗？怎么又要测阵？哎，还不止1次呢，要求啊，至少1周1次，连续进行1个月。武支长的命令？不是，是咱们认识的那个孟小薇。那武支长肯定也同意了呀。啊，那孟小薇就是刚进主控室，就想表现一下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，人家也是积极，安全大于天。走，工作。走吧。 4.7。2.6。收到。这个数值不对吧？还真有问题啊！你快汇报主控室。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支长，是测阵数据有异常吗？我请示处长，停泵检修。小薇啊，一会儿工前会你主持，提前准备一下。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开这个会，主要是说说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大家都讲一讲，交个实底。我们已经和厂家联系过了，目前我们仅有泵叶片的备件，如果其他的零件出现了问题的话，我们只能找国外的厂家定制。需要多长时间？至少半年。要真是降负荷运行半年，那咱们今年定的发电任务肯定完成不了了。只有停泵、解体检修，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了哪儿。根据过往的案例分析，有可能是泵叶片出现了损坏。之前国外有一个核电站就有相同型号的循环水泵出现类似的情况。好，情况我清楚了。这样，孙岩，你配合小薇降负荷到70%，速率5兆瓦每分钟。我来负责汇报审批。横挂操作已完毕。好，马上准备降负荷。好的。小薇，负荷降好了以后，你马上执行停泵操作。是。降负荷操作完毕。好。吴支长，气机负荷已降至70%。继续执行停泵操作，注意是停2号机1号循环水泵。收到。马上停运24F001 PO。请注意，这里是2号主控。这里是2号主控，即将停运2号机1号循环水泵，即将停运2号机1号循环水泵。好的。吴支，泵体检修是有什么状况吗？你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有一片泵叶严重腐蚀，影响了配重，导致振动上涨。刚才张叔说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整个泵都得趴窝了。小薇，你立功了呀！必须得请客庆祝一下。设备损坏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啊，还没有巡检的吧？去。是。吴支，你这是怎么写的？这流程图上需要操作的阀门大约荧光笔画出来，你怎么没画呀？而且你没有明确的指出先关后开，这样很容易造成窜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拿回去，东西。是。
下班以后来我办公室。是。编写临时操作票是绝对不能出错的。吴志，对不起，我对临时操作票不是很熟悉，之前没太培训过。这不是你出错的理由。我下次不会再犯错了。只要是人，就有可能出错，所以你要时刻提醒你自己，严防人因。我告诉你，你可是最后的一道屏障。吴志，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所以我发现循环水泵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你处理的还可以，但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骄傲吧？我没有骄傲。小薇啊，你是不是一直期待着我对你的夸奖啊？我不但没有夸奖你，反而因为临时操作票的事儿批评了你，你心里不舒服、不痛快。我没有。你心里不舒服、不痛快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操纵员就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，而且是一份绝对不能出错的工作，所以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。吴市长，那您的意思？我今天找你来不是批评你的，是想和你聊聊你未来的发展。通过这次循环水泵事件的处理，我觉得你更适合去做调试工作。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吗？调试工作也很重要啊，关键是我觉得你的能力更适合它，我可以为你做推荐。我不需要，吴市长。之前听同事说，您不喜欢女操作员，我一直以为是危言耸听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小白啊，这次循环水泵事件，如果你没有处理好，不仅是我，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的能力产生质疑。我建议你去调试部门，其实是在保护你，明白吗？不是他们不信任我，是您不信任我。我当然不会相信连临时操作票都会写错的人。吴市长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今天立功了，您一直抓着操作票的事情不放，我不明白这为什么。因为操纵员是核电站运行的重要岗位。小薇啊，今天只是刚刚开始，以后你就会知道，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大家的审视，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机会，你可以选择。吴市长，我热爱这个岗位，我也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岗位，我也会是您带过最优秀的操作员。我不相信口号，只看实际行动。好了，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。